美军的最高军事将领在大陆对台动武的问题上改口，不等于服软，说的只不过是事实而已。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年来，美国政府高层和美军印太区域的高官都在渲染中国将会进行武统的消息，拜登政府更是把关切台海和平挂在嘴上，全力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战略，进而阻止中国的统一进程。不过，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米利上将却在判断台海冲突的问题上改了口，这也引发了中国网络媒体的热议。米利最近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认为中国大陆会攻击台湾的问题时，米利回答说，解放军被要求发展在某个时间点攻击台湾的能力，至于他们会不会出手是政策选择，这将依据中国如何评估届时的风险、成本和效益。米利还强调说，目前没有任何攻台行动迫在眉睫的迹象或警讯，美军会非常密切地观察相关的情势。需要注意的是，米利回答说可能会、应该会、或许会，这些关键字意味着美军高层对是否会发生武统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基于米利将军的地位，很多国内媒体认为美国人认怂了，有人还指出了几点理由：第一，美国不再热衷于打台湾牌了；第二，美国现在内外皆遇到了难题，只好释放对华缓和的信号。第三，中国刚刚买了将近300架空客飞机，让美国人认识到了得罪中国的后果。第四，还有人认为美国拉拢其他国家的阴谋没有得逞，美国也暂时搁置了强硬的立场。第五，美国将调整对华产品关税，因此希望中国也能给美国产品降关税，这必然会在外交舞台上给中国一点面子。类似的理由还有不少，反正就是想证明美国服软了。现在的问题是，米利将军真的对中国示好或者服软了吗？答案是根本没有，他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而已。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米利与美国政客的区别。米利是美军参联会主席，是仅次于拜登的美国最高军事将领，相当于中国的军委副主席。米利考虑中美军事态势，基本上都是基于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美军认为中国大陆有可能动武，但也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武统，这相当客观，也是美军实力相对下降后更理性的说法。美国的政客可以叫嚣武力保台、对华开战，而米利将军一来强调的是避免与中国打仗，甚至在特朗普当政时期还传出给中国通风报信的情况。其次，中国大陆一直在强调和平统一，所以说会不会对台武统从来就是个未知数。两岸统一虽然有和统与武统之分，毕竟和平统一才是代价最小的，而不放弃武统是中国大陆保持国家统一的底线。未来的统一可能是和平统一，也可以是以武逼统，主动权不掌握在美军手里。所以米利这么说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最后，美军的确正在失去使用武力干涉台海的能力，为了避免与中国打仗，放弃干涉台海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作为美军的最高将领，米利其实很明白直接下场干涉台海的后果，所以引导两国避免因为台海问题而发生冲突也是其职责所在。可以这么讲，米利将军不是害怕打仗，而是明白美军在中国家门口打不过中国，更明白中美两个核大国就不能打仗。这样的理性的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总之，米利的态度并不等于对中国服软，而是对两岸关系的客观评价。美军肯定会为干涉台海事务做准备，但是最终干涉的可能性大不大，关键还取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